他是想自己创业的小老板，却遇上了对未来规划严谨的他。在自己的那个工作上的话，相对而言是比较有层次规划的，自我要求还是比较严谨的。面对他的咄咄逼人，他又会如何回应？分得到好多那种股份嘛，有好大规模呀，入伙了好久了嘛。收益的话是稳定性的吗？还是说是那种根据每个月的效益来呀？最终两人能否牵手成功？凡人有喜，精彩继续。而首先要出场的是本期的男嘉宾，男嘉宾啊非常的年轻，就已经月入过万了，今年只有27岁。我们这个时间先来认识一下他。大家好，我叫彭春红，今年27岁，现在做厨师那块工作，在两江丽景那边上班。然后加盟了一个烧烤店儿，跟朋友一起搭伙开的，然后一个月收入大概在1万左右。本期交易男嘉宾彭存红，27岁，身高1.74米，职业厨师，月收入1万元，婚姻状况未婚。因为现在从事基本上是2份工作嘛，然后晚上我在那边两江丽景那边，晚上8点多钟下班的话，还要去我加盟那个烧烤店晚上去看一下，帮一下忙，所以上班呢，基本上就有点累。我的择偶要求啊，年龄大概在28岁以内嘛，还希望找一个漂亮点的女娃儿的，在工作上也希望对我有点帮助的。男嘉宾择偶要求：1. 28岁以内；2. 长相漂亮；3. 在事业上对自己有帮助。有上进心的彭先生想找一位漂亮、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女生，那不知道我们今天为他安排的女嘉宾能否达到他的要求呢？我们先来一起认识一下她。大家好，我叫曹璐，今年23岁，目前呢是从事于会计工作，在一家会计公司上班，然后目前的一个收入的话是在30千的样子。本期交由女嘉宾曹璐，23岁，身高1.60米，职业会计师，月收入3000至4000元，婚姻状况未婚。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的一个女生，同时啊对那个自我要求还是比较严谨的，而且我在自己的那个工作上的话，相对而言是比较有层次规划的，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初级会计师，然后我或许会进展那个高级会计师，或者是自己有一个那个会计事务所。我希望男嘉宾呢是一个性格比较温和的人，然后同时啊对未来的话有一个明确的规划，然后我希望最好就是他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月收入的话7000到8000。女嘉宾择偶要求：1. 性格温和；2. 对未来有明确的规划；3. 工作稳定；4. 月收入7000至8000元。综合来看，男女嘉宾匹配度达到了85%。那么对事业都如此看重的两位，见面后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接着往下看。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女嘉宾啊也已经到场了。那我们先去认识下女嘉宾，好不好？女嘉宾走过来的时候，给我的印象还是很不错，人长得挺漂亮的，身高啊也跟我很搭，总的来说我对她印象还是可以。男嘉宾给我的印象是属于那种比较实在的男性，然后比较老实的那种，而且就是很踏踏实实的一个人。好了哈，哎，你好，你好，哎呀，好乖巧一个女生。好，来跟你先介绍一下好不好？好的。旁边这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小鹏，然后呢，我们的女嘉宾曹璐。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2对约会的男女嘉宾，男嘉宾呢是一位厨师，而且还在外面有自己投资的烧烤店，应该说，对于事业方面还是很看重的。在27岁的年纪，我觉得男生这样上进蛮不错的。我们的女嘉宾呢是一位对未来非常有规划，基本上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会计师。像这么严谨的女生哈，不禁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学习委员。不知道今天她会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考核我们的男嘉宾呢？让我们看一下。
你做啥子的呢？我是做会计的，因为我现在是初级会计噻。之后如果当自己实际成熟了之后，我可能想开一个那种会计事务所，然后或者是那种进展那种高级会计师啊。我觉得他工作还是可以，挺有规划的。挺有上进心的。两人对事业真的是非常的看重呀，一坐下来就聊起了以后的职业规划。而彭先生对曹小姐的工作态度也是十分的赞赏，不知道曹小姐对彭先生的事业又会如何评判呢？我原来在重庆上了一段时间班，上了差不多4、5年然后我回家又自己开过店的，前段时间才从广东回来，然后上班了，跟我朋友儿搭伙才开的一个烧烤店。我就是打算另外还要开一家那种烧烤店，是我去管，我都准备在那边辞职。然后是李厨师那边的是吗？良江丽景那边。首先，我觉得他其实对自己的规划呀没得明确的一个规划，因为他各个地方都去过，而且就是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哪边的公司高就往哪边走。彭先生较为丰富的工作经历并没有得到曹小姐的认可，反而让曹小姐觉得彭先生不够安稳踏实，对未来的事业也没有确切的规划。这不，就彭先生现在的事业又盘问起来。你相当于就是说，你是那种跟朋友一起合伙入伙，是不是嘛？对头。那你分得到好多那种股份嘛？有好大规模呀？入伙了好久了嘛？收益的话是稳定性的吗？还是说是那种根据美国的效益来呀？跟朋友一起合伙开了个烧烤店哈，在哪里嘛？南平那边，南滨路那边。也到近的，那你方便带我去看哈儿不嘛？可能是信我那朋友说的不方便的，他说，毕竟那烧烤店不是我开的，然后只是入了点股。我朋友的话可能有点不愿意上镜头那种，所以我过去的话有点尴尬。如果说实在不得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以顾客的身份那种进去了解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嘛？说话比较吞吞吐吐，然后表述不是很清楚，所以说当时我很好奇，我提出了想到他那个烧烤店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结果没想到他推脱了，所以说我就很加剧了我更重的好奇心，我想去看一下，那个烧烤店是否真实存在，或者是烧烤店是他朋友，他是否真的有入股？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表示质疑。你觉得怎么样嘛？那个办法可不可行嘛？事不打扰，到时候他可能看到我去了的话，可能有点儿还有点杠杠啊。哎，你可以那会儿给他电话，我们以顾客的身份去，不打扰他正常营业。他讨他的嘛。在曹小姐的再三要求下，彭先生给朋友打了电话。经过一番沟通，朋友终于答应让曹小姐去店里看一看。可是没想到的是，我们才刚一到彭先生店里，曹小姐就悄悄地找到了店里的员工，打听起来。哎，我想问下你们那个认不认得到一个叫彭春红的啊？认得到啊。他是投资了那个店的吗？他是不长期到店里面来嘛，不来帮忙嘛？老板都那样噻，老板吧都是个噻，老板吧都是个噻，老板吧都是个噻。在得到员工的证实之后，曹小姐总算是安了心，这不就跟着我们彭先生参观起来，两人更是颇有兴致地烤起了烧烤。我觉得那个烤烧烤，平时那种高温情况下还是多热的哈，还是很辛苦。我喝烧烤都是热的，怕我儿烤。比如说你以后想自己开一个店的话，或者说你也是想做那种吗？还是说想做哪种规模呀？也是想做那种吧。那你打算好久开始做准备呀？开始做那个店啊？经常过来帮忙的话，然后有空出去看的话，找到合适的就开始准备了。好，就是是你随时准备起的。随时准备起，有没有那个准确的事实去考察过？具体的考察过？有时候是我朋友出去看的，我很少，因为白天也要上班。哦，意思是你还没有确切的去考察过，都是朋友在帮忙看、帮忙跑市场，对不对嘛？对，他们去看了呢，会跟我说，有时候。
他说他想自己开一个店儿，但是据那种交谈的所了解的话，他并没有那种实际性的那种措施去全是听朋友说怎么样，听朋友说怎么样。朋友跟你讲，意思是朋友也打算那种合资吗？还是说你自己啊？不合资的话，你要跟朋友那些沟通啊、交流那些。我懂了，就是没有那种具体的去自己实时跑查看，而是说就要跟朋友那种先交流经验，对不对？先积累经验，没有实查跑那种跑地考察过，对不对嘛？节目进行到现在，我觉得就像在看一部侦探剧啊。我们的女嘉宾呢，就像一个勇猛的侦探一样，一直在探究男嘉宾的真实情况啊。首先是一定要到你的店里去看，我看你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那个店是你投资的。眼见为实之后呢，又开始不停的追问男嘉宾的人生规划啊，不断的提问题，感觉女嘉宾就是一直在步步的紧逼哈，让男嘉宾说出你的人生规划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毕竟女嘉宾自己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人，所以我希望知道你跟我是不是一路人。那你平时烧烤店只做单纯的就是帮忙哈，像那种管理层次的管理。都是我朋友在整那块儿，我很少管那个。反正帮忙的时候，我打电话问他们忙的话，我就过来帮忙；不忙我就没过来。像我那种如果出去个人开个店的话，你愿意过来帮我吧？帮忙啊？哎，帮我做收银那块儿，或者帮我做点服务员那块儿。相对来说的话，如果像那种情况下，肯定要放弃我自己本身的工作了。对。那我可能不得行，我做不到。男嘉宾他在那个提到起问我愿不愿意放弃现在的工作，跟他一起打拼，然后开一个店儿。我想说的是，不是我不愿意放弃那个现在手里面工作，而是说我真的看不到他对未来的一个规划，一个确切的规划，也没得未来的希望，所以说我不愿意。那啥子，其实我就是问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帮我是最好的。其实我个人有时候忙啊，就基本上就忙在那点儿。希望他过来帮我啊，他还是有点那种不愿意。但是我觉得吧，个人有份个人事业还是挺好的。这个也没啥子的。在一天的相处中，彭先生都很配合曹小姐，好不容易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没想到就被曹小姐给无情的拒绝了。而接下来，彭先生的一个提议，更是让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尴尬起来。爸爸妈妈年龄大点了，可能会接到身边来照顾他们。不太赞同老人家他们跟我住在一起。我还是老了的话，我还是会尽量把爸爸妈妈接在身边照顾他们。对未来规划的问题还没解决，没想到二位又因为跟父母住的问题产生了分歧。我看到二位好像因为父母这个话题，似乎两个人有了一些分歧啊。这个聊天突然间变得还挺尴尬的。我能理解女嘉宾的这种想法，但是我还是希望花更多的时间陪爸妈，能照顾他们。那么你们的问题呢，现在是出在到底要不要和父母住这件事情上面，对不对？那我就问一下男嘉宾了，你能不能够接受以后父母跟你买的同一个小区，或者说住在你隔壁，但是呢，并不是在同一屋檐下？可以啊。可以接受啊。那这个问题就不是矛盾了呀。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在离得相近一些的地方，然后能够照顾到父母，我个人认为可能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挺好的啊。而你也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现在这个时间，二位要到做选择的时候了。做选择之前，我要先问一下小鹏，对于女嘉宾的感觉如何？感觉挺好的，挺喜欢的，希望能牵手成功。好，你的心意我明白了。刚才我看你们二位在后边的烧烤炉前边互动还挺好，而我就一直没看到你俩烧烤，就是烤好的东西就没有端上桌来。我们就把最后的选择环节就放在这个地方，男嘉宾去把你刚才烤好的烧烤放到这里，等着女嘉宾好吗？我们把今天的选择权利交给我们的女生。女嘉宾，你思考10分钟 ，OK， 有了答案之后，如果选择牵手成功，那么请你回到这个地方，你就是这个店的
老板娘了。那如果说你选择的是牵手失败，10分钟之后不需要出现，好不好？我觉得男嘉宾呢，他对未来啊是一个没得确切的规划，也没得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我对我个人是有严谨的要求的，也有严谨的那种一个规划。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10分钟的时间到了，然后你一直在左顾右盼的，但是女嘉宾没有出现，所以就意味着今天的相亲失败了。然后自己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了解了一下，女嘉宾之所以会选择牵手失败，是因为她觉得可能你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不是那么的清晰。主要是我上班嘛要忙，对，我像要做这一份的话，必须把工作全心全意的来做。对，好，不管怎么样哈，女嘉宾即便没有出现，这一刻也不要这么失落，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还是看到你很多闪光点的，比如你很孝顺，你很善良，为人呢也挺踏实的。我想我们电视机前哈，会有懂得欣赏你的女生看到你的闪光点来跟你取得联系的，好吗？哎，笑一个嘛。节目的最后，2个人没有牵手成功，我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看到女嘉宾真的是觉得她今天一直化身为纪律委员、学习委员，在对我们的学渣男嘉宾穷追猛打。女嘉宾这样的女生呢，她让我想起了4个字，叫做永远正确。永远正确的人肯定是有的。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那种，哎，你应该规划好你的人生哦，你要早起哦，你不要有不良生活习惯哦，你每天要喝8杯水哦。永远有这样的人在你身边，他们永远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永远是乏味的。我觉得女嘉宾今天真的很像一个，就我之前说的什么学习委员呐，或者她甚至是一个 HR， 但她真的不像是一个来相亲的人。如果是相亲的话，我会想，未来这个人要跟我在一起了，不光是我们职业上，我们生活上，会不会有一些共鸣？更重要的是2个人的相处，我觉得兴趣爱好啊，还有家里面的一些情况，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女嘉宾基本上是只对男生的事业穷追猛打，男生看到你这么严谨哈，可能早就对你生出了一种敬畏之心。但敬畏之心我们会用在谁身上？对我们的长辈，对我们的上司，对我们的领导，但是绝对不会对一个我们心爱的女人产生敬畏之心。你一旦有了这种心的话，那么2个人的关系是不可能长久的。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永远正确的人真的非常累。女嘉宾相亲现场，男嘉宾选错女嘉宾，这样的尴尬局面该如何化解？你觉得谁会是今天的女嘉宾？高的还是矮的？矮的那个，他们3个站到旁边，感觉是矮那个，结果后面是高那个。女嘉宾犀利提问，男嘉宾又能否从容应对？你说，要是我抽烟喝酒，你建议不？然后身边的男的女的朋友很多，你会不会觉得我关系太复杂？你觉得我出去耍水需要给你报备？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让男嘉宾说出这样的话？我要把话说明。没事没事。假如说哈尔不然搞得很尴尬，我就很那个。最终，男嘉宾深情表白，写下爱情承诺书。希望你能够给彼此一次机会，让我照顾你。承诺人张向国。女嘉宾最终有没有被打动，签下爱情承诺书，和男嘉宾牵手成功呢？凡人有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今天呢，来到节目中的女嘉宾啊，在一开场时呢带了2位亲友团，一位呢是她的女闺蜜，一位呢就是她的师哥。那如此强大的亲友团的阵容，是否会为她今天的相亲能够助上一臂之力？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女嘉宾。大家好，我叫于艳霞，今年28岁，身高1.65米，来自长寿。目前没有上班，因为前段时间上班很久了，想给自己放个假，所以说就没有上班了。目前在家中待业。
休息。本期交友女嘉宾于艳霞，28岁，身高1.65米，暂时在家待业，婚姻状况未婚。我以前有2段感情经历。然后是因为性格的原因，还有家庭的原因。性格的原因都是可能我们2个人都比较强势，导致于经常吵架割裂呀。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原因。我希望我今后的生活越过越好，所以说我有点个人比较看重经济条件。我的择偶要求是28岁以上，1.75米以上，然后主城区有房，然后男生不能太胖，然后工作要稳定，最重要是性格比较好。女嘉宾的择偶要求：1. 年龄28岁以上，身高1.75米以上；2. 主城区有房，工作稳定；3. 身材不要太胖，性格好。老师请我有点紧张，怎么办？啷个办呢？凉拌噻，啷个办嘛？哎，其实男女相亲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一直都有那个事情。但以前相亲呢，古代相亲的话，你还看不到男嘉宾，就是两方父母这样的。现在已经不错了。你今天这个人看到他，你就借此为机会，就可以好生了解下他，谈啥子样的爱呀？你想嘛，一个男娃呢，如果说喜欢在屋头练下字的话，那就说明他心情比较沉静。如像你大师兄，我能够选在屋头弄饭、养鸟、遛狗、养花的话，你就捡到宝了。知道吧？那种是居家好男人。那万一他没得这很好啊？他万一他是跟你说他喜欢在屋头打英雄联盟啊那些，就算了。哇塞，打了王者荣耀那些，一天都耍游戏有屁用啊？是不是啊？但是对于男娃你要多方面考察他，对吧？不要看到帅哥就哎呦嘿，黑起脸皮就去啊！不要像人家，要找的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凡游喜，我是真爱网观桥店情感顾问肥桃。我们的女嘉宾一出场就声势浩大的带来了她的亲友团，她的那个亲友团真的是可圈可点。开头一看那位大哥，我以为他是黑社会的，结果人家是麻辣烫的。是的，这位大哥呢是我们生活麻辣烫的一位演员，但是呢，他可是货真价实的亲友团哈，不是请来凡人有喜演出的，确实是我们这位女嘉宾的好朋友，而且她真的好接地气，一边吃着薯条喝着可乐，就告诉了我们女嘉宾来相亲的各种好处。你看现在的女性多么的自由，我们可以亲自来相亲，还能亲自看到对方是否合你的心意，真的是时代非常的进步。有这样的亲友团的话，我相信今天的节目应该是非常的精彩。现在呢，我身边站的这位是女嘉宾，她的女闺蜜雪雪以及大师兄。好，那我们的大师兄说一下哈，你说今天你的师妹来相亲，有没有什么招给她支一支？哎呦，有啊，比如说我跟他说的，你想问每个男娃有房没得，你就不要直接问他有没有房，你就问他噻，你住哪的嘛？他说袁家岗，哦，袁家岗那边租房子贵不贵哦？然后他说不知道，那就说明他自己有房啊。你再问他你在哪儿上班呢？他说他在江北，哦，江北好堵车哟。那你每天早上上班轻轨堵不堵啊？他说。我都不坐轻轨的啊，你就有车了吗？这就有车了呀，对不对？然后月收入你再问他，你说你有没有什么投资理财的一些计划？他说他都不知道，说明他工资刚刚够用啊。万一别人工资哈，那种管理层的工资有好几万的，有些外企管理层的工资就是挺高的呢。对，他可能会说，这个我还真没有注意啊，我每个月存了多少钱啊？你听就行了。你知道你的目的是要知道他的底儿，我们的目的是探他的底儿，并不是我们不关心他到底会不会投资理财，对不对？这个就能够很容易就能透到男嘉宾的底儿哈。我突然觉得哈，你今天绝对是带对人来了哈。女嘉宾今天真的是有备而来呀，不知道大师兄的助阵又会给今天的相亲带来怎样的惊喜呢？现在我们还是去认识一下今天的男嘉宾吧。大家好，我叫张祥贵，来自綦江，今年27岁，身高180，现在入职在 B3，是现场生产管理，月收入6000。本期交友男嘉宾张祥国，27岁，身高1.80米，职业机械公司部门经理，月收入6000元，婚姻状况未婚。之前在深圳上班，一直离家太远了，所以想回重庆这边来。回重庆之后才找到工作，现在在 B3任职机械公司部门经理。现在租房是公司安排，已买房要明年8月份才结房。我的择偶要求是
找一个26到29岁之间的。家庭条件我们要求，只要人好、对父母好、有孝敬心、能够持家了都行了。男嘉宾的择偶要求：一、年龄26至29岁之间； 2、对父母好、有孝心、会持家。我们的编导非常给力，给我们的女嘉宾找来了一位身高1.8米的男嘉宾。哎呦，我看到他的形象，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很想唱那个好汉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觉得他就是一条那种威武的汉子，就这么走过来啊。我们汉子的条件也挺好的啊，有一套全款的房子，3室1厅的，而且自己目前呢是在璧山工作，月收入是6000以上。因为才从深圳过来，所以可能有一点百废待兴的意思。但是小伙子精神头也非常足。我觉得从外形上来看的话，跟我们的女嘉宾那是相当般配呀。只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男嘉宾的年纪比女嘉宾要小1岁，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矛盾点。好，现在呢，我们的男嘉宾张先生哈，我看你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这是来之前去买的花。对，因为我说给他第一印象好一点嘛。啊，第一印象好一些。对。你今年好像才20几岁，27。对。但是你看的还是比较成熟的。没办法，这个出来的时间长了，对，10几岁就出来打拼了。来，现在呢，你看一下我们左手的那个方向，有3个人，看到吗？两女一男。对，看见了。你来猜一下吧，你觉得谁会是今天的女嘉宾？穿那个高的还是矮的？矮的那个。矮的那个，为什么是她？因为感觉吧。如果是她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或者说2位女嘉宾，你希望是谁吧？一高一矮的2位女嘉宾，你希望是高那一位，但是你觉得可能今天会是矮的那一个，是吗？因为什么？不知道，感觉。就你觉得高那个演员比较好？对。虽然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女嘉宾，但男嘉宾对女嘉宾的眼缘还是不错的。那此刻的女嘉宾对男嘉宾的眼缘又如何呢？他的会比较稳重。比较稳重的，我觉得他应该挺有逻辑。你是觉得胖吗？我说你觉得他胖了吗？还挺好，很完美那个男的。他是比他重，你比他重。没有我重，哦，我觉得好像不是很胖的嘛，那个男嘉宾看起来。我觉得再高一点有。他1.80米。80了。哎。我也。好。我们过来了哟。想清楚了没？想清楚。刚才你给我的是2个不同的答案哦。但是我现在确定了。你现在确定了哈？对。是我是吧？是我吗？调皮的那个男闺蜜哈，来。你觉得她是女嘉宾哈？对。为什么会认为她是女嘉宾呢？感觉今天打扮不一样嘛。这个妹妹还不是很漂亮很乖。我知道啊。感觉不一样。你为啥子觉得高的一个是女嘉宾呢？因为感觉吧，高的一个，因为刚才他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你觉得里面是不是有一丝是暧昧的气息吗？也不说有暧昧的气息吧，就是感觉都是很关注这个人的这种感觉吧。好的，现在2位已经正式见面了哈，而且呢，男嘉宾呢，最终这个花呢还是送对了主人的。那我还是跟2位介绍一下，我们的女嘉宾于艳霞，我们的男嘉宾张祥国。主动跟别人握个手嘛。好，其实我觉得你们2个见面之后呢，我觉得看起这个外貌的匹配指数，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亲友团呢？对的。你觉得男嘉宾形象如何？可以，我觉得男嘉宾除了比我差一点点以外，还是很不错的啦。身高身材都很配。都很配哈。哎呦，听到了没？你现在目前在第1个环节是得到了亲友团的绝对认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开始哈。身高长相挺适中的。然后如果打分100分满分能打多少分？80分。80分。我们的女闺蜜评价一下呢？我觉得那个男的很符合他的条件，比较成熟稳重嘛。
然后从外形方面看呢，也相当的匹配，比如说身高啊、身材啊各方面啊，还有外表啊，我觉得看起来是蛮匹配的。我今年27岁，我28，比我大1岁。我90年的9月初7。我89年，我比你大1岁。那你目前在做啥子？我现在在璧山那个机器厂里面的。厂里面？对，做那个部门经理，也当是生产管理之类的。那你是在璧山做哟？璧山那边是公司安排的住宿，然后住的公司的。你们老家是白石驿？不是，我们老家是綦江的。綦江。你有啥子还有那个？我一下想不起。就像假如说工资待遇啊之类的，有啥要求没得？工资我觉得在重庆生活啊，最起码要6、7千块钱以上嘛。因为大城市你晓得开销比较。假如说我再打个比方问一下，就是住房这块我是买了的，但是都是要明年才结发。你买在哪里啊？新桥。新桥医院那边啊？买了个3房。那你有车没得？我才从外地回来，没买车。因为我现在驾照遭酒驾吊销了。所以呢，还没考，还有可能还有几天才可以报名考。那你今天私下抽烟喝酒了是吧？抽烟我喝酒，但是我不打牌。那你有啥子想问我？你想要了解的没得嘛？我只想问一下，你是在重庆哪个区啊？还是老家是哪儿啊？我老家是长寿的，然后目前住在官桥，房子是租的，然后跟父母一起住。还有一点是，我是单身家庭。父母离异了。对。因为我从我生下之后，我爸妈都离婚了，现在我跟着我爸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问。我比你大1岁，你觉得？这个我不建议。我当时的择偶要求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比我大1岁，或者大2岁、大3岁都可以。你建不建议我比你小啊？小1岁，我觉得还好。男嘉宾比我小1岁。我本来是要求说比我大一点啊，然后我觉得他小1岁，他还是比较成熟稳重，我觉得我还是很能接受。了解女嘉宾之后，我感觉很不错，我想往下面发展下去。初步了解之后，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印象不错，而女嘉宾却觉得还有一些问题想和亲友团商量。那此时的亲友团又是怎样的看法呢？然后那个男娃儿他做的行业是机械，啷个说就像理科男一样。他肯定他的潜意识当中骨子头有比较死板，就是不是很懂浪漫的男生吧，应该这么说。但是啊，都还好，你看嘛，一来就给你买了花，说明那方面呢还是做得不错，孺子可教，而且有调教的余地，不是那种黑死的。那我姐也跟你说了，时尚的男人不安全，老实的男人浪漫。不浪漫，你晓得，你个人自己去取舍。如果啥子天下的好事都找你一个人掌完了。不可能，对不对？除了刚才讲这点之外，这个我们的女嘉宾呢，还有一点担心，就是男生会不会是一个抠门的人？因为啥子不是？抠门那个问题不是说你来头对你大方，那他都不是抠门，是不是？也许在一起之后他抠门，然后跟你在一起追求你的时候对你特别大方，在一起之后他都特别抠门了的，那也算抠门吗？不，这个东西可能我们应该这么说，不应该那么问。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一个价值观和物质观的一个概念，就可能啊。这个女生她能够接受的是1000块钱的衣服，但这个男的他只能接受200-300，他觉得200-300就还已经很贵了。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在价值方面就是不一样的，对吧？那这种人呢，可能未来我觉得他们会不合适几率比较大一些。那像这些方面，其实我觉得你们是有必要可以了解一下的。那你刚刚还了解到什么讯息？刚刚我了解了，他是在厂头。厂好像是在璧山，那在璧山的话，相对来说是有点远了。你们两个见面那个问题啷个解决？搞黄历。那你这个问题还有点现实，因为聚少离多的那种啊，都走不到长远。那个方面呢，第一个是你准备啷个解决，第二要问他准备啷个解决，是吧？哪个来做出让步？你们个人想啊，起码要换工作呀，或者重启那种。起码要问一下他的态度，他是啷个想来改变那个事情？你问一下他的态度，他是想啷个做？他说明他以后还是在重庆那边生活。我觉得要不然这样吧，就是我们可能想对，就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肯定要做一下了解，对不对？然后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猜测这个都没有用，可能听听男嘉宾一个想法，好不好？
和亲友团商量后，女嘉宾决定接下来和男嘉宾一起逛逛，了解一下男嘉宾的态度，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你评价你的消费水准是什么样的情况？对啊，这个我没啥子定论的，因为每个人的都比较随意。对，该买的我会给你买，该用的会用。我感觉你有点急。急我是有点急，因为屋头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我觉得。但是你谈婚论嫁的话，你还是要把房子装了再结婚噻。对，因为我最起码是要把我房子结了我才结婚，必须要等到明年6月份左右。哦。因为我结了房，我是精装房。精装房。哦。然后到时候你是我们年轻住，还是跟父母一起住，还是？我们2个住。哎，你房子是首付吗？4月。全款。全款。哦。那如果我们2个申请成功的话？那个你在闭上，我在重庆，那个那么解决那个问题啊？那个问题好解决啊，有空我就过来找你，或者是你有空你可以来找我呀。哦，那都是解决方案。对啊，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啊。假如说你现在有工作没得？目前没有。你觉得你那边我可以的话，我可以到你这边来。哦，2个互相协商。对，或者互相协商是2个人勾兑的，不是说单方面的。我目前没上班，你有意见没得？没意见。这个我养得活你。哎呦，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上班很多年了，我想给自己放个假出去耍哈。男嘉宾工作的问题啊，他也跟我协商了，然后他是说的，我有空就去看他，他有空就来看我，然后我觉得这个都无所谓，对不对？哪个有时间，哪个都互相迁就一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不大。虽然距离相隔较远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然而关于物质方面的价值观问题，女嘉宾还是想考验一下男嘉宾，希望通过挑选衣服的互动来看一下男嘉宾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要不你帮我挑一套你喜欢的类型，给我告一下嘛。这一套怎么样？好看吗？试一下。你帮我选这样，你帮女生拿下花好不好？好。花花真的是对女生试衣服的时候，这个我服务态度有点。服务态度很好。女嘉宾自己挑了一套衣服进了试衣间，而此刻正在外面等待的亲友团却找到了正在给女嘉宾挑衣服的男嘉宾。都是男人了，我要采访的，有很多女娃的衣服啊哈，它没得几块布的，它价格又很高，那个是你想想看的。我觉得是，只要你觉得穿起舒服啊，我也没有啥子意见。只要女娃喜欢，对，是吧？作为男朋友也好，或者以后作为老公也好，我们都是全力支持的。对。哎呦，说真话，真话。我以前也是这么说的，这100%是我做的。但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说老实话，我不是，我那点都没得哈。我会觉得它值不值？我说我的办法是恁个，我先拍张照，拍了这张照片了，我拿到淘宝上去搜，保证一模一样，价格便宜1/4，价格等于4分，你两个看，你对我就行了。这个消费观哈，只看那个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实体店能穿在自己身上看到，你淘宝上觉得要么大要么小。也不舒服，那你还价格是差不多的。那你还是觉得都在现场买？对，我一般都是觉得现场买。你觉得好多以内的价格是你能接受的？看我们最多就穿个200多300。女孩子在我的观念当中哈，1000块钱之内，1000万以内衣服都是能接受的。对，一个月买几次？2次。我的工资每个月只得6000多的，除了生活哈，有闲钱就可以得过。真的很不错，小子，你6000块钱可以给女朋友买2000块钱衣服。够了呀，我们生活费够了呀，我呢是包吃包住的嘛。好，看来男嘉宾的回答让亲友团十分的满意。然而接下来的相处当中，男嘉宾却突然变得有些不开心。裙子还可以，衣服有点大了。衣服大了，衣服找他们换个小一号。没得啦，就叫最后一件。看你眼光不错。你帮我挑的。我帮你挑的，穿不出来。啊？我看下子穿不出来。女人味了哈。啊？太成熟了也。都是，我选的比较成熟。就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要试一下嘛，你帮我选的。是裙子是吧？对。哦，最后948。哦。哎。暂停一下，我去上个洗手间。男嘉宾去了洗手间，而换完衣服出来的女嘉宾找不到男嘉宾，只好向特派员询问情况。
怎么了？男嘉宾去哪里了？男嘉宾他回来了呀。哦，你是说刚才吗？跟他去哪里了？哦，他刚才去上卫生间去。啷个老我看他走出去慌慌张张的呀？有啥事吗？是这样哈，就是有个情况呢，我也必须要真实的跟你们说一下哈。来，刚才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男嘉宾呢，刚才确实呢是上厕所去了，但是厕所的途中呢，我跟他聊了好一会儿，然后呢，他当时非常非常严肃的问了我一个问题：女嘉宾是要买衣服吗？我说怎么了？我身上没有钱。我想问一下哈，今天要买衣服吗？我不是很清楚，怎么啦？不是不清楚，因为我现在哈，我才从深圳回来，对不对？因为我这张卡里面才把那边的钱交了，所以呢，我身上没好多现钱的。我要把话说明。没事没事。假如说哈尔不然搞得很尴尬，我就很那个。OK， 那你现在方便透露身上大有多少钱吗？我出门时带了1000块钱，买了花之后好像还有700-800块钱吧，700可能有。那你是那么回事儿。昨天我爸不说他做院系检查嘛，我把卡给他了，然后我就说今天过来嘛，我就说，本来是说见个面，没说要买东西那些哈，我说的是吃个喝点饮料，吃个饭，我觉得1000块钱够了噻。就你今天的约会基金是预计花多少钱？我预计我是准备的是2000块钱，情况说比只拿到了1000块钱。那还有1000呢？还有1000没取出来，搞忘了取。假如说如果真的要买，我可以下次不去，这是确实是经济比较紧张，因为我这边才入职嘛，深圳那边的工资还没结得完，都是10号，这个月10号，下个月才结完。那你对于就是他这种行为哈，你会有反感吗？比如说，会有反感吗？会有点。会有一点。那如果这只是一个考验呢？这是一个考验，我可以接受。那能够理解吗？这种考验？理解。果然，我们的男嘉宾去上洗手间，在这个付账的关键时刻是施了一招尿遁术哈。其实我挺理解男嘉宾的，有时候就是那么1000块钱就难倒了英雄汉，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嘛，他才从外地回来，又买房子啊什么的，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可能接不上趟的一个状态。但是人家带着1000块钱出来约会，我觉得正常的约会的话，哈，1000块钱是绝对足以的。尤其是我们《凡人有喜》这个节目，大家看过的都知道，其实也就是喝水、吃饭而已啊，怎么说也不会超出这个消费水平啊。但是女嘉宾这个临时的考验，要买衣服什么的，那就超过了男嘉宾的一个支付能力了。话又说回来，第一次见面真的要男生给你买衣服吗？买衣服你真的收得下手吗？我想听听那个女嘉宾，就是男嘉宾目前的一个状况哈，真实。然后当时我有问了他，我说你介不介意我把这个告诉你听？他说他不介意。对，所以我想听听你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你怎么想的？然后他都说的那个简单明了，我觉得我也能体谅。体谅。你觉得？我还能接受。你是能够接受的，对不对？退外面的时候，他不给我买，我会自己给自己买。所以说，其实你对于男生在物质方面的要求并不算太高。对，我觉得退外面的时候啊，他不给我买，我自己有自身自我能力，自己买得起这个。那接下来哈，就是我想问一下你真实的一个想法，你还打算继续下去吗？再交往下去看看吧，了解了解。对于男嘉宾的坦诚，女嘉宾表示理解，也表示愿意继续和男嘉宾相处下去。那此时的男嘉宾又会有怎样的想法呢？那么女嘉宾目前的态度是这么说的，她说这个衣服，即便比如说你买不起，她有这个能力来买，她说没有关系，对。然后呢，她到目前为止明确表示愿意和你继续相处下去。对。那么我想听听此刻你的一个想法。我想就是想找女嘉宾坐下来2个人，坐下来好好聊一下。想聊什么？就是聊一下我们各方面的，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对，消费问题。为什么想要在这个时间去聊一下呢？因为我担心以后肯定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问题，该坐下聊一下。所以你觉得就是不如在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摆上台面，对，开诚布公的2个人好好聊一聊，是吗？对，先把这个问题聊透了，然后最后再看2个人能不能走在一起，牵手成功或者不成功。
好。在男嘉宾的要求下，两人决定再坐下来，好好深入了解一番，再做最后的决定。就是刚才卖衣服那块儿哈，确实是我今天是身上的资金不够，不然的话我会那个，确实也不好意思。希望女嘉宾也不要介意这块儿，今后我会做得好点的。好啊，你这恁个说了，我还再跟两气起来，都感觉我很小气。刚才卖衣服那个问题啊，然后他很真诚的给我解释，然后我觉得无所谓。对外面来说，他不给我卖，我也不会生气。你喝酒啷样嘛？我喝酒不得行，2杯倒啤酒。他们都觉得你非常得行。哎，他们说都弄不赢你。不是你们为啥子觉得弄不赢我呀？因为你是酒驾的嘛，我们一般都不是酒驾的。不是这个酒驾不是那个理解的哈，只是到交通带道啊。你说要是我抽烟喝酒，你介意不？不介意。啊？这个我不介意。我抽烟喝酒你也不介意啊？对，这个我真的不介意。抽烟。那我男闺蜜跟我一乐，你介意吧？你介意我是？其实我那个人也是，其实我觉得我性格的原因哈，然后身边的男女的朋友很多，你会不会觉得我关系太复杂了？每个人都有朋友圈啊。你不可能说2个人选择在一起，你把别个的朋友圈或者啥子全部跟到你自己，跟到男方噻，跟到我的屁股路线噻，不可能的。你觉得我出去耍需不需要给你报备？不需要，只有一个要求，晚上必须回家。没规定时间噻。时间的自由。哎呦。不是，其他的啊还有。前面我觉得你还是放得很松，要求放得还是很松。必须放松点，抓紧了要到漏。像捏沙子一样，你把它捏紧了，它反而会漏得更快。你松点它都不更漏。我要是跟他结婚了之后，我想在家里面当全职太太可以吗？这个没问题，因为我那个工作3个月过后有一个调整，工资调整。那你那个工作可以，会不会有可能会调回重庆来上班？这个不得行，我们公司只在面，然后你说要啥子啊？要调动，只能重新再找。只能你自己离职，然后再出来。最后一次跟他坐下来深入了解了一下，我觉得是多满意的，感觉2个人能够往下面发展一下。经过深入了解后，男嘉宾对女嘉宾还是很满意，而此时的女嘉宾态度却变得有些犹豫了。最后深入了解了一下，然后我觉得男嘉宾还是多稳重的，然后还是很绅士、很内涵，然后还是很真诚。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后的决定，我觉得我还是要再好好的想一下。了解到女嘉宾的态度之后，男嘉宾决定在最后争取一下。于是他找到了女嘉宾的亲友团，询问女嘉宾平日里的各种喜好，并用纸和笔记录了下来，写了一份爱情承诺书，希望能够用它来打动我们的女嘉宾，最后牵手成功。时间呢，天色已经黑下来了，也到了最后2位嘉宾要做出选择的环节了。老实说啊，旁观者包括你的2位亲友团都认为呢，你和男嘉宾是相当的匹配，可以说匹配指数是达到了90%。但是，我要先问男嘉宾，你此刻你是否是愿意选择女嘉宾的？我愿意。你的愿意哈？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把选择权利是交给我们的女嘉宾。此刻还需不需要考虑的时间？还是有答案了？不需要，不需要。好，男嘉宾呢，给你准备了一些他的心里话。那么我们的选择这么做好不好？在他把他的心里话说完之后，如果你要是愿意选择牵手成功，那么就请在男嘉宾给你准备的这个东西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如果你选择的是牵手失败，转身离开就可以，好吗？来，那这个时间呢，男嘉宾加油！我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剩下靠你自己了。好的，我给你写了一个东西，爱情承诺书。我张相国今日向徐艳霞作出承诺：一，带你吃遍天下美食，与你一起做个吃货；二，只要能力范围内，只要你喜欢的东西，给你买。第三，只要有假期，我愿意用我彼此的双脚丈量这个世界。四，
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们一起为他们养老送终。还有最重要一点，虽然我不会做饭，但是我愿意承担家里的所有的家务。6，以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做错了也是对的，错了也是对的。7，希望你能够给彼此一次机会，让我照顾你。承诺人张向国。做得到不？做得到。哎，这样稍微照过去一点嘛，离他这么远干什么？他刚才说了一句话，有没有听到他问的什么问题？没听到，你再问一遍，来正式一些问一遍。我说你写得起，你做得到吗？我能做到，只要我做到哈。对。你要不要看一下？好好的看一下。可以啊。来，再看一下。然后在你的右下方有一个承诺人，他的字呢是已经签上了，对不对？那剩下来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如果你相信他，愿意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来尝试了解你、照顾你，那么笔呢，傻小子，笔给你准备好了，把你的名字签上。如果选择的是牵手失败，拒绝离开就可以。来，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考虑一下。3、2、1，做出选择。拿你的手帮他垫着呀，把背转过来，来，转过来，趴着，对。节目的最后，在亲友团的各种顾虑、各种设计刁难之后，我们的男嘉宾还是扛住了考验。2个人呢也是牵手成功。最让人感慨的哈是那一份承诺书，大家可以回忆一下里面的内容哈。男生跟女生说：“我要为你买，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要陪你吃遍美食，我要带你环游世界，家里的家务我全都承包。”天哪，这是所有的女人梦寐以求的一份承诺书。可以说，只要是男生愿意出这样一份承诺书，我们就都嫁了吧。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了。但实际上，这个承诺，我相信能做到的可能性，如果能达到80%的话，我都敬我们的男嘉宾是条汉子。啊，开个玩笑，祝福他们2个人外形如此般配，又有这么美好的承诺书加持，希望你们过得幸福。下面是2位的签名。好，恭喜我们今天的男女嘉宾牵手成功。那么也希望哈，未来的生活里边呢，相互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照顾，好不好？恭喜2位，来，恭喜恭喜，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拜拜，拜拜。哎呀，又一次看到这种非常甜蜜的画面呢。作为我的背影远去了，但是呢，这一刻非常的开心。那么再一次要恭喜今天的2位嘉宾，然后呢牵手成功，祝他们有情人能够走到最后。